是哪里过来的？我从西乡，你们怎么认识的？网上认识。网上同性恋网吗？对呀、然后他叫我过来，然后跟他玩了，他1毛钱都没有给我，把我骗到这里来。你这不给我钱还要打我，100块钱都不给我，你把我玩了，把我骗来这么远，这不要脸还在叫。你看我是抢劫的人吗？打我还要叫人来，把我骗来这么远，100块都不给我，我是抢劫的人吗？还在叫，好坏好坏好坏的，我打了你哪里？你打我差不多，100块都不给我。刚才这段视频，陆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啊，当时非常火，很火，非常火。这个发生在2014年的10月，而且是发生在深圳。是的啊，这位头戴小红帽、身穿背心的男子，他当时是在深圳市南山区的街头，很高调的哦。你看他的动作也很夸张，对吧？对，对着那个警察和围观的路人大声的控诉说：“100块都不给我。”这也成了热梗啊。对呀，我们100块都不给我，还有模仿秀了。所以这个事儿的话呢，它起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小红帽也叫百元哥啊，就是他呢当时是约炮失败的。啊，所以他在街头的话呢，就产生了这个纠纷嘛。然后刚才这段视频呢，就被人上传到了网上，上传到网上之后的话呢，就引起了这个病毒式的传播。第二天呢，就已经变成了一桩公共娱乐事件。是的，我听说当时全网的播放量超过5个亿，很厉害，5个亿啊！我好想有5个亿的播放量，对吧？之后吧，这个小红帽这个大哥的一个100块都不给我呀。或者说这个大家就成了流行语嘛，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而且这个男主角吧，这个小红帽他一夜爆红，他最后签约了一家娱乐公司，哇，成了网红，成了明星。你猜他出场费多少钱？肯定不是100块，他的出场费已经定价1万啊，还挺贵哦。他定价1万，而且还推出了他的 MV 单曲，开始走穴的人生啊，跑场了都。哇，所以人的变化非常大啊。对，可是那个事件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对吧？对，那另外一个人呢，我们就叫他这个木易吧。所以这个人呢是来自河南南阳的一个小伙子，在一家装饰公司做设计师。小红帽这个事情火了之后呢，这个木易啊，他这个第二天也被叫到了派出所，但是他去之前呢，他有点害怕，所以他在微博上就联系了我，然后我就说，哎呀。那你担不担心呢？如果你要担心的话呢，这个我们可以帮你，给你一些支持嘛。他说不用担心，没什么事儿。然后我说那你工作会受影响吗？因为毕竟你这一夜都爆火了，对吧？对，我担心公司的人都知道他约炮啊失败这个事儿，这个病毒式营销大家都知道了。他说没事儿啊，公司没说什么。但是没过几天，肯定不到1周吧，他就联系我了，很沮丧。他说强哥，公司的 HR 已经找我谈话了。然后明确的告诉他说，因为这个事儿呢影响太大，对，网上到处都是，对公司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的，那当然言下之意就是说，请你另外高就。对，变相裁员了嘛，被裁员了。对，那么据这个木易自己讲哈，因为他当时的话呢也刚刚分手，刚分手的话呢也感觉挺郁闷的是吧？他就网上频繁的干什么约炮。当然年轻人嘛，人之常情，大家都有这个需要，也不是什么丑事儿。他那个时候也就27、8岁嘛，所以他就说呢，原来的感情呢也都持续的时间不长，有的2个月啊、半年呢，他就觉得说，哎呀，对发展这种稳定的伴侣感情没有太大信心，那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吧，反正先解决了生理需求再说。所以这就是一个平常的下午，然后当时你知道吗？是叫杰克地。杰克地，对，他说他在杰克地上面约了这个小红帽。那么2个人确定好了之后的话呢，这个木易这小伙子呢很开心是吧？带着期待的心情，直接就去开房了，就准备等着那个小红帽上门啊。那你知道那心情那也是砰砰跳的，我猜测啊。原本以为是一个美好的缘分，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这个心情是很期待的，但是意外发生了。被照骗了，差不多比那个还夸张一点。说没想到这个小红帽推门进来，木易说：“哎呦，把我吓了一跳。”说你这跟图片上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就是照骗嘛。对，然后他当时就决定把房子退了。然后呢，退完房以后呢，他就要往酒店外面走，是吧？这个小红帽从很远的地方打车过来的。他说，因为深圳也很大。对，他说他是从西乡
打车过来的啊。对，所以呢，距离挺远的，意思说我好不容易打车过来，你给我报销车费。哎呦，刚开始可能都不仅仅是报销车费，因为你这个约炮被拒绝啊，其实心里还挺难过的。对，挺尴尬。所以他估计猜测，我猜测他心里有点愤怒哈，对吧？你说你这个看了我人，然后啥活也不干，然后最后你就说退房，挺难过的是吧？所以呢，他就问这个木易说：“给我500块钱。”哦，要500。啊，木易说：“你是骗子吧？对吧？我凭什么给你钱？我不可能给你钱的。”是的。然后那个小红帽说：“那你给我300也行。”然后还在讲价。木易说：“300也不给。”所以两个人就讨价还价在那里哈。然后小红帽就说：“如果你不给钱的话，我的朋友就在马路对面。”我很威胁上，我一个电话就让他过来啊，把你给抢了。木易他有点害怕，是吧？如果他觉得怕仙人跳，对，那也是有可能。所以呢，他是有点担心这个事儿发生。另外呢，他觉得这事闹大挺丢人的。然后呢，他就赶紧的从宾馆出来，往人多的地方走，想要逃离。对，他觉得这样的话相对安全一点。而且呢，他走到人多的地方以后呢，因为那个小红帽不依不饶的嘛，他就打电话报警了。他说有人要抢劫我，然后警察很快就来了。所以这事就闹大了。这个小红帽他根本就不怕，你知道吗？他就说你必须给我100块，我是大老远跑过来的，来回我不得路费吗？对呀，对吧？所以我刚才讲的话，这个约炮没有成功，还被人嫌弃，其实对人的自尊心，我认为是有点受损的。对，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挺生气，对吧？所以的话，他就坚持要100块的什么呀，路费补偿，对吧？好歹满足一下我的心理，我受伤的心理。今天白来了，我要花钱了。是的。但是这个木易就不吃这一套，他就是很耿直暴也是吗？他就说那我已经报警了，我就不给。警察到了的话呢，就看他们两个在那里说哈，说怎么回事啊？然后两个人各说各，所以就发生了这个前面的那一幕。没错。我抢劫你什么？你不要吵，好吧？我抢劫你什么？我是抢劫的人吗？这么多人看到，你是不给我钱还要打我？你说他就还要叫人来，没办法。你看丢人不丢人？你不丢人啊！你把我完了，把我骗来这么远，这不要脸还在笑。你100块钱不该给吗？路费我打了你哪里？你打我差不多。警察来就问嘛，两个人就各说各的。然后小红帽就说这个人他约我大老远的跑过来啊，100块都要给我。然后呢，那个人呢，可能木易就说他是骗子，然后他就说我是骗子，我骗你什么？我是那样的人吗？然后就这个被网友把这段话配上了这个 BGM， 然后就一下就很火，知道吗？因为他这个节奏感很好，是的，节奏感很好，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对，不过说实话哈，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同性恋当着警察的面理直气壮的说我是要收路费的，对吧？就大部分人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约炮也就约炮，你遇到这种情况很尴尬，对吧？就说省100块赶紧给你，咱们走吧，或者说咱们就把这事了了，对吧？对。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当着警察的面，他们两个吵的时候就特别理直气壮，他会觉得你给我100块路费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非常的理直气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呢，我挺佩服他，很有勇气，还挺那个自我认同的，是吧？是的，很不错啊。所以两个人的话呢，就因为这个事儿吧，就进了派出所。那这个视频的话呢，可能就是警车当时的这个记录仪录像也有可能是路人呀，也有可能是路人啊，反正总之就传到网上去了。是的，那么两个人就进了派出所，一个要100块，一个不给，他最后就拖到了晚上7点多。他本来约炮是下午3点钟左右，就拖了好几个小时哈。那天也快黑了，最终木易呢也没办法，就拿了100块钱给这个小红帽，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呢，那按照木易接受深圳当地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就有很多的网友在微博上联系他，他们告诉他说，木易你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就是说这个家伙是在这个荔枝公园里面活跃的。荔枝公园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交友场所啊，约炮场所，同性恋的一个聚集地。对，同性恋的聚集地啊，你了解太多了啊。所以深圳的老牌的一个同性恋聚集地，里面晚上的时候恐怕有100-200吧，在那里挺活跃的哈。对，别人就告诉木易说呢，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小红帽，他原来专门干这个的。所以惯犯了，你也不是第一个这个被他这个骗的，或者说你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对。当然，这些话都是木易在接受深圳媒体的时候采访时候说的啊。那么后边，总之吧，木易就被公司给裁员了，也不是裁员了，给辞退了，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就联系到我，他说：“你上次说有什么困难，你们能帮到我呢？我现在被公司辞退了，
我想去公司收集证据。然后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志愿者董妈妈，就跟木易一起呢去跟他公司里面的 HR 谈话。然后呢，这个 HR 呢也承认，他说确实跟网络上这个事情有关，因为你是同性恋这个事曝光了，然后公司的话呢，觉得对我们的这个声誉或者各方面造成影响。对，那这个呢也就变成了说有一点对同性恋的歧视了，是吧？是的啊，反正总之吧，就木易最后决定的话呢，要起诉原来就职的这个单位。那在2015年1月22号的时候呢，他因此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例的性倾向职场歧视案的原告，也很厉害。因为这个事情，他决定挺身而出，他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了哈。对，而且要在历史上有他一笔了，这个很有意思。被告就是小红帽事件后辞退他的这个工作单位了。当时这个案子一审的时候，我在现场哈，那双方也是你来我往的律师的辩论。总之呢，就是一审和二审都败诉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公益性的诉讼啊，这个是否胜诉呢，不是最重要的指标，对吧？因为你最重要的是能够引起公众的讨论，能够引起公众的意识，而且的话呢，尤其是对那些性少数，当我们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你敢不敢站出来去维护你的权益，对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导。那对于木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能够有勇气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是值得点赞的。对，除了这个官司哈，这个木易的生活还是受到很大影响，因为这个事儿当时发生的时候呢，是下午的2、3点钟左右，但是第二天早上的话呢，因为这个视频一下子就全网都知道了。他说他的手机上各种的未接电话、短信，然后一上网 QQ、微信都在谈这个事情。他看了一下他的微博，他说也不知道谁把他微博弄出去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他的微博上留言，那火了。对，但是你作为一个素人，你还是有很多的恐惧的。他说这个微博上的上万人留言里面有鼓励他的，然后有骂他的。刚开始他非常的着急，因为他很恐慌啊。作为一个素人，突然遇到这种情况是吧？也不知道怎么会，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啊。他说这上万人的关注量，他都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有各种诋毁他的，你知道吗？对，当然还有更搞笑的。有很多求爱看上他了。有很多交友的说你太帅了，是吧？因为这小伙子长得确实挺不错的，这个形象也很端正，所以一下收到了很多求爱信。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终于发现了我的闪光点。”最让他恐惧的是什么呢？家里的堂姐、堂哥还有自己的弟弟。全部都打电话问他，都知道，因为全网都知道。但是好处呢，他就说，因为家里面的人呢，老家的人呢，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所以问了他几句以后呢，被他搪塞过去了。这事呢也就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尤其是老家的那些人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木易说啊，哎呀，虽然这个经历很恐惧，他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但是的话呢，这个结局是很有趣的。怎么有趣呢？因为这个事儿嘛，不是成千上万的人给他留言嘛，然后最后他就在这些求爱的里面找了一个男朋友。哇哦，那可以，他还可以选择。对，他有了很大的挑选余地。对，很有趣啊，因为他说这个求爱信都已经多到他都忙得回复不过来，所以人生有时候叫什么呀？因祸得福，因祸得福啊。那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小红帽呢？当时有媒体要采访他，但是因为他已经签约了经纪公司，所以他的这个经纪公司就说呢，百元哥，咱们小红帽的另外一个称谓哈，采访是要按照演出，是按照演出来计算的。他就说，不过呢，你的采访费呢，可以比他的商演给你打点折。小红帽的商演价格是1万块一场，那是2014年。但是呢，你的采访的话呢，我可以打7折，打7折，对，就是7000块不过呢，后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就没有安排这个接受采访，有可能媒体不太愿意付钱吧。对，媒体觉得可能不值7000块，是吗？或许是。所以当然了，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小红帽他也是被动出柜的当时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也不是他本来的意愿，可能是路人或者谁给传上去了，所以对他的生活我相信也会有一些影响。对的，我们也曾经尝试吧。联系小红帽，就觉得说，你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作为一个公益机构吧，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帮上什么忙的话，我们也挺愿意支持他，但是一直没有联系上他本人。对，但是网络爆红这个事情的话呢，你也知道，来得快，去得也快。对所以呢，没过几个月，小红帽这个事件的影响力就消退了。就也就没什么人在关注他了。是的所以那个1万块钱这个商演，估计也就是个报价。对，他可能就是火了那几个月。
没错啊，挣了几个月的钱，有没有挣到几个月钱我都不知道，这也不知道啊。那从内心里面来讲，我还其实是很希望这2位朋友，无论是小红帽还是木易哈，不管他们现在身在何处，我都希望他们能够过得很好。对，那关于百元哥、小红帽的故事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拜拜，拜拜。